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已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灯。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拂倒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跃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但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我的人有没有规矩，还不劳霍公子费心。青九娘子，如此对我，可还是记恨当日解除婚约之事啊？请问霍公子是有盖世之才，还是德厚流光啊？凭什么认为那婚约值得我放在心上？今日你我不妨明言，那日霍夫人向我祖母再提婚约，我已回绝了。且晚在此，特意感谢霍公子当日不娶之恩。别！霍公子，燕某正欲接九娘子为大长公主复诊，不想在此巧遇。不知九娘子是否方便？很是方便，还请劳烦世子殿下相送。请。霍公子劳累了一夜，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是，不辛苦。经过昨夜审问，宋国公府与侯府的府兵皆没有左撇子，且可以互证清白。昨夜也有侯府的下人，可以证实窗前一直有魏延之练字的身影。我也着重搜查过他的书房，桌上有未干的笔墨，还有淋了一半的字帖。不能再在此事上纠缠了，万一是行凶人故布疑阵，拖延时间，只怕尸身败坏严重，会损失很多线索。你为大长公主复诊结束，咱们就出发去义庄验尸。好。自从那个秦府的扫把星成了府里的常客，咱这府里啊就没清静过。谁说不是呢？病的病，死的死。听说呀，那宋家娘子就是被他给克死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殿下，竟敢在背后非议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殿下饶命！奴婢们也是听宋国公府的人都这么说，一时迷了心窍才跟着人家学识啊。白风，将他们交由夫人处置。是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行凶人与宋国公府脱不了干系。若说那晚在梅园装神弄鬼是为了把我吓跑，那今日这些谣言，则是想挑拨侯府对我的信任。宋国公府的人对我如此忌惮，想必那尸身定有古怪之处。看来他们已视你为眼中钉，你岂不是很危险？自古邪不压正，只要让真相大白于世，我又有何可惧？
殿下可有不适？是民女僭越了，前面就是大长公主的院子，殿下不必相送。娘子，殿下还站在那儿看你呢。我刚就不该给他号脉，一时之间竟对他少了戒备，果然测出他还未信任我。娘子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怀疑你，他……别回头，对他还是要警惕些。等大长公主病情稳定，咱们就离开阳侯府。死者全身出现尸斑，下腹处有明显骨胀，小腹、私处及腿面臀后侧有暗青色皮肉变动，未见其他伤处，应于属月死亡，距今有6、7日左右。颈部断裂处颜色极深，皮肉极度收缩，血液深度渗透到了死者的脊椎和颈部的气管中，证明死者是被人活生生割下头颅，一刀毙命。死者若是活着被斩断头颅，血液定会喷溅而出。可方才嫁衣领口上血迹极浅且不多，说明死者是在死后被人穿上嫁衣的。世子殿下好推断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死后被穿上嫁衣，放入喜轿中？正是，喜轿中的血液有些异样，是为了乱人视线。死者的遇害之处另有所在。能在哪儿呢？镊子，哎，这是白齿蚁，靠腐木为生，常盘踞在榕树林四周。荆州附近可有榕树林？我来荆州时，最后一站休憩地十里庙附近就有榕树林。须贺，洗尸，把葱白拍碎，涂抹于死者全身，用纸沾上醋，盖住全身焖一会儿。好，我去准备。哎，这又是为何呀？宋国公府既不让剖尸，我只能把体表勘验做得再周全些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暗伤。死者所用的扣单是京城的丹华扣，此物甚为贵重，多为京城勋贵家女子喜爱。前九娘子可曾去过京城？为何如此了解京城风物呢？民女从未去过京城，只是我大伯家的年节礼曾给姐妹们送过丹华扣。死者的右手柔嫩白腻，左手中指的第2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宋娘子是否善琴？我早已派人查过，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，在陪嫁当中也有一把名品古琴，可有不妥？只有积年累月的练琴，才会有这种茧子。这具无头女尸，很有可能就是宋柔。我真希望她不是宋柔啊！这黑点是什么？齿痕。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，惹九娘子生气了，看样子气不轻啊。
恕属下泣血相告，这小娘子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回来，隔了夜就哄不回来了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方才可是责怪我用宋国公的手书替霍怀信开脱？正是，霍大人虽为国公府事大，若有世子殿下施压，他未必不敢担当。你以为霍怀信怕的只是剖尸之责？他怕的是你真的找到了证据，让宋荣私通之事事发，宋国公会迁怒于他。那世子殿下为何还要纵容霍大人推脱其责？难道人命之重，竟比不上一顶官帽重要吗？因为你验出了齿痕，圣上已亲自过问此案。虽说齿痕并不能当作宋柔私通的确凿证据，可也足以令人生疑。我若是将复检验状与宋国公的手术一同呈上，圣上定会怀疑宋国公刻意阻挠检验。若圣上下旨严查，宋国公又能如何？民女方才错怪殿下了，自请处罚。不必，我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九娘子日后能够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可没7个的胸襟，我只愿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夜夜平安。只有家国昌泰，人才能平安无忧，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。你找谁啊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他在找谁？魏延之，是你吗？娘子，买面具吗？我们家什么都有，随便看随便挑啊。我要这个。好嘞。来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太牛逼了！过来看一看啊！全答对的话，有机会得到小弟的特别口味的精美大奖啊！
还能验？尸身体表已呈黑色交加，不见皮肤观感，但剖尸主要是剖验其内里，寻找五脏间的痕迹，所以能验。只是徐和未到，工具还在他那儿。白风，这是之前就做好的，想着宋女子多有不妥，所以就一直存放在义庄，以备你不时之需。抬进来。多谢世子殿下。你好好勘验就算是谢我，我来记录验状。记：因尸表烧伤严重，3检验尸，只为剖检。死者亡故近9日，故胃中只有少量残留物。怎么了？记：骨盆较大，且朝后陷倾，耻骨较一般女子宽，包公位置靠下。这是何意？死者生前似已有过身孕。不会是验错了？根据死者的骨盆宽度，还有向后倾陷的程度看，死者怀胎应已5至6个月，其子宫已恢复至正常大小，说明落胎应在2个月之前。死者启程赴荆州之时，应刚养好身子。出了这种事儿，国公府的人怎还敢把她给嫁过来？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宋国公敢如此行事，定是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哎，殿下，这个是邮店掌柜所述昨天买油之人的画像。这不是国公府的护卫长魏成吗？一个小小的护卫长，怎敢擅自毁尸灭迹？只怕背后是魏延之教唆，他依附宋国公给予的恩荫，如何敢不尽心竭力？魏延之说，他嫡兄与死者是青梅竹马，若没有摔断腿，他就是宋家之人。他这个嫡兄会不会就是跟宋柔有私情的那个？此事涉及闺中隐秘，宋国公定会找一忠心老成之人指导宋柔行事，让他在大婚之日瞒混过关。那个掌管陪嫁的嬷嬷，说不定就是宋国公安排的人。对，我这就派人去审问。